在黄昏的柔光中，太平洋海岸的壮丽景致缓缓展开。海岸线在金色余晖中显得宁静而美好，仿佛在低语着更多的精彩故事。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份优雅，探索更多的美好。今天跟我们的频道来看一栋房子坐落在 Pacific Palisades， 就是之前洛杉矶大火、马里布大火烧的地方。是，但是呢，侥幸的是靠近 Brentwood 这边呢是没有任何受影响的。要么说容易着火呢，你就说来了以后，你看周围的绿化，太棒了，植被，就那个要真的咱不考虑这个因素，其实在这边生活是很舒服的，是绿意盎然。空气很清新啊，实际上都是天然氧吧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离 Santa Monica 那个 pier 很近啊，很近，对不对？无人机拉起来就能看见那个海边。哦，对，是啊，很近的感觉。然后周围下去马里布，对不对？然后往这边你可以看到，进到这个房子，先讲房子这边，其实它正常来讲，你看它一个横截面的房子，那边是过车的车道，那边还有一个简单的小的球场，你可以投个篮什么的。车库门很有特点，颜色选的很跳色，对不对？法式小清新的感觉，有一点。然后整个的前面这边呢，用了大量的橄榄树和橡树的一种，就这种橡树是做什么的？咱们做那个红酒的酒塞，非常软。哎，就它树皮定期去扒下来以后做成那个酒塞。刚才抠了点树皮，一个手感。绿化的真的好，就是绿化就是有好处，也相应会带来一些坏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树皮还是软的，就是你要是撞上去还不疼是吧？哎，你捏那倒不是，没事，不会有人去撞树了。但那树皮确实你能捏着，就跟红酒塞的手感是一样的。Right。两边有草地，身后这边是房子。其实前面有个 courtyard， 可以看到我右手边这边是一个圆形的建筑，上面还有一个尖顶，有一个窗户能露出来，挺好看。哎，很有特点。这是它一个建筑的外立面啊。但房子其实你看到我站的这个位置，哎，周围都是这种苍天的大树。私密度又加分了一点点，除了鸟叫就是鸟叫。那么镜头再往这边走，推开这边正门，呼叫器全部都有了，天然的石料的地面，进来就是它的 courtyard 了。可以看到它从外立面，包括进 courtyard 以后更明显，就是这种大量的爬藤绿植，从2楼、1楼全部都爬满，这个一下进来就有那种穿越到欧洲小镇的感觉。是。就不太像是在洛杉矶了，给人的感觉。包括你看这小院子这些小灯泡，你想晚上打亮了以后那个画面，很有那个感觉，很有那个氛围，很浪漫。没错，你这个词用的非常准确。这边简单坐的地方，那边小的泉水，给它打开，在这边流动。进来以后有个自己空间，因为这个courtyard，你看咱俩之间这courtyard不小，然后这courtyard周围好几个双开门，法式双开门，都能去房子的不同区域。这个房子整体的室内的流动性还可以，我觉得，而且进来隐私更没话说。我觉得这个房子蛮独特的，很值得和大家分享。对，进去看一下它的室内主走廊。来，进到正门，你看它这种房子，因为它。你看，不光是进来的courtyard这两边是法式的这种双开门，你看侧面就一进来这个主走廊也有3扇门，是通的是后面，所以你就进来感觉，哎，有没有像刚从室外好像进室内了吧，但是又没进室内的感觉？挺好玩的，实际上。哎，是它这个很多空间的互动共享很好。这边是后院啊，景观很好，一会儿出去给大家看。走廊可以看到没有，教室也是这种弧形的顶。小拱往中间聚拢的，对，对不对？这都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设计材料，包括很多过门的门框，其实都是用的石料。我们先往这边走，转过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空间。这边有一个楼梯是上2楼的，这个上去直接就是主卧室。
OK，所以主要是给主人使用的。你看这个布局，大家看合理不合理啊？这边是去刚才那个courtyard的双开门，看哪儿都是门进出，挂的隔一路这个挂的这些灯。往这边呢是一个 powder room， 古色古香的，有点小古堡的 powder room 的感觉。小铜盆的是吧？哎，铜的小洗手盆不大。我们再往这边走，我觉得亮点呢是身后这个地儿。这个办公室一进来，全部都是用木料做了一个周围墙壁的包裹，上面的顶部就是那个尖尖的那个小塔似的、小帽子似的靠在那儿，它实际上都是有阳光的。哎，你看那个小窗户了，9宫格一样，很迷你，好几扇，很好玩。然后光线呢，一天随着这个时间就会在这里面转圈，现在转到哪儿去了？转到这儿了啊，对不对？它是一天就沿着这边就在这转，很有意思。然后这是去还是courtyard。双开门，然后往这边走，你看它还有去前院的，但这边因为已经外面拿布什都已经围起来了，所以你走就走不出去了。但你全打开透过风没问题。而且我们进来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办公室什么形状 ？Oval Office 是吗？哎，就是可以给你感觉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是总统的话，在这种环形的办公室里面什么感觉？当然小是小很多了啊，但是确实能给你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是。如果把这个桌子放在那边，背后冲着那边，你感觉更像。不过无所谓啊，因为它3个方向都有这个门。这边是看它的侧院，同样也是一个双开门，可以看到整个的办公室。这个其实是咱们频道里，你别说办公室，我觉得最像办公室的办公室，对不对？而且特别像欧曼尼的办公室，是。包括它周围那个灯都是仿烛台、仿蜡烛的那种感觉，有点流。缺了一个密门啊，这个是。书架后边紧急逃生的那种，是不是？但确实，因为它也是拱形顶嘛，所以我觉得这办公室确实很舒服、很漂亮。对。我们沿着镜头再回到过来，可以看到从这边主人的办公室，楼梯上去是主人的卧室。对。从这边出去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景观，就全部都给到主人了。所以你看它这个设计，就结构的布局还是非常合理的。是。我们再往这边转过来，走2步呢，身后是它第一个会客区域。这个会客区域是它主要招待客人用的，可以看到尺寸非常的不错啊，前面、左边、后面2侧3项都有采光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后面山谷的景观、远处的白云，以及这边是它的前院。它这边都是这种拱形窗，上面全部的顶部呢都是用实木木板做了铺设。身后左右手两边各有一个法式双开门，去的是房屋的侧院。身后一个可以烧真火的 fireplace 在这边 ，Pretty good。我觉得就中规中矩，很方正。这个作为起居室也好，或者招待客人来讲很方正，因为一进来，大家继续想它的结构的布局是不是合理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和主人的办公室的位置，对不对？也没问题。在这里面把房屋基本数据呢，先给到大家：占地面积0.48平方英亩，室内面积7713平方英尺，要价差5000块钱，2000万美金。OK。再次感谢 Listing Agent Team Aaron Kerman 和 Cindy 给我们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这栋房子，非常有特点的一栋房子。我是觉得这个房子还是蛮有韵味的， Right， 能欣赏得了就能欣赏得了，但是追求现代房屋的人可能就会觉得稍微有点偏老气。但你看它房子，你看卧室的这些角落上这些氛围灯，以及你看它这个门窗，它不是那种塑钢的啊，它是老的木质的，然后要靠这边这样打开了。你看迈一个台阶出去是它的后面的那个小的 California Room， 做的还是很精致的。我以为是门，然后这么高的台阶，它其实是你说是门吧，也能出去，但有点窗的感觉。对，但也可以打开通风，所以这个房子其实是4通8达，可以这么说。我们继续回到走道。其实很多房子这种走道才是一个独特魅力的地方。是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很早的时候拍过一个1600万在 PV 的一个房子？巨大，左右两边走开，那是咱们、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个房子咱们当时拍死了。还有电梯，还有那个什么传食物的那个东西是吗？哎，没错，那个房子真的是咱们拍过最大的一个房子之一啊，也是14000、5000尺的样子。跟着我们从这边双开门一起横移一下。这是它一进门的主走道，旁边紧挨着配套的就是一个 California Room， 能看到非常舒适的一个景观，对面山谷的房子和它们遥相呼应，隐私呢也不用担心。
你就算在这儿 naked， 他也看不到你嘛，对不对嘛？那除非他拿望远镜，那就太 creepy 了，一般不会有人干这种事儿的。但你看它室外这边都是拱形的小门柱、小门廊，过去4个，直接到前面一个大草坪。这个草坪可以干什么？教室刚才已经玩了。那个什么球是吗？哎，大家有懂了吗？那个学名到底叫什么来着？教室会打，但是忘记名字。忘记名字了。就是自己立那个小铁杆子，然后嘣一敲，敲一个球插门洞，肯定不是马球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，这个巧立方间用尺寸是不错的，而且很让我意外的，它室外的这个顶也是用的木质全部铺好了，真的很大胆啊！而且这4个，因为这海边还是比较潮的嘛，相对了，然后这4个小的铁艺的灯，可以看也是铜的，发一些绿色，已经能看得出来了，很漂亮。我觉得，你看，一进门。走到双开门这么多扇打开，就这么一个空间可以看到绿地。它把整个本来很幽暗狭长的走道，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，让你的室内和室外空间的流动更好，对不对？更不用说这边，哎，也给你放了一个 fireplace， 是非常用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才能在中间这么来回穿着走。大家觉得这种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把这个走道的很多的缺点用这种方式很好的弥补了。你们有人觉得会这样走道不好吗？我觉得挺好。我觉得这个房子就是很多地方都很出片，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老以出片为基础啊？但是就能给人感觉就是每一个角落好像都是能出片的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你看石料的门框进来也是travertine 的石料，过来这是它的 formal dining room， 这个反正。该说不说啊，这边是去 courtyard 的法式双开门，那边有法式双开门出来，整个上面的屋顶全部用实木做了铺设，可以看到这边也是一个非常简约复古的铁艺吊灯，做了一个10人长桌。缺点呢是肯定有的，就是这个地儿呢离厨房有点距离，还好啦，是吧？还好了，就是有一个走廊在里边隔着，是吗？我得站在观众的角度说，要不然每次硬夸观众就说你什么都夸。我使用来讲，我觉得因为它是 formal dining room， 平时自己家2-3个人在那边吃，这边真的是招待客人需要这么一个空间。你想晚上把门都打开，弄几个小 booth， 热灯点上，红酒往门一喝，这种社交的属性就特别的好。正餐厅离 kitchen 远一点更有仪式感。我觉得这个房子对艺术有追求的人会特别喜欢这个房子。一点话没有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我们呢，教室退2步，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这个房屋的空间的格局呢，其实教室的左手边呢和我的右手边一起平移一个空间过来，是一个准备区域。你说这个准备区域合理不合理吧？旁边是正餐厅，服务人员在这边准备一些餐食、酒柜、杯子，对啊，都可以。所以他有考虑到的，而且它不光是准备区域，我身后这边是个长长的走道过去，那边是它另外一组楼梯，也是上楼的空间，去客房的。挺讲究的，我觉得这个空间。对，而且呢，我们继续同样的方向，再走一步过来，很有意思啊，这个格局是不是？对啊，这就是它的 family room， 家里面的起居室，家里面的客厅的位置，可以看到尺寸大小比那个明显就要稍微更小一些，更 cozy 一些，更舒适一些。挂了一个电视，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房子有很多很温馨的小角落。其实我个人挺喜欢这种木框的窗户，但你要保养得好才可以。保养得不好，那种翘皮的烂的那不行。但它都保养得非常好，因为房屋其实还是比较讲究的。我很喜欢这个位置，是吧？很舒服，一个小飘窗一样。闺蜜唠嗑，法式浪漫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女儿，或者家里面的长辈，也是抱着小孙子、小孙女，在这边读一本书，午后的阳光，外面的绿荫洒在身上，这个感觉。什么样叫幸福的家也，对不对？应该就是有这种幸福的片段、幸福的 moment 给到你们嘛。这是一个挺能住得进来的豪宅哈，很舒服。你说它豪宅吧，因为它价位2000万，你说它不好，肯定要挨打，对不对？但你说其实周围的 neighborhood 这都是这个价位的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继续往前面走，过来一点，可以看到顶部，你看它公共的社交区域的顶部实际上都是用实木的木板做了铺设了，对，所以因为它整体其实色调来讲的话，它是有一个上下呼应，因为地面其实也都是实木的地板。这个地方呢，而且另外讲究的一点呢，你可以看到，除了很多四通八达的窗户啊门，这边出去还有一个户外的就餐区域，大家把这个空间再连起来，
左边是正餐厅准备区，后面是厨房，一会儿我们会去看，右边还有一个室外的就餐区，一个 California room。所以它其实很多空间都是很合理的，而且我特别喜欢它户外这个区域啊，爬藤爬得非常满，维护起来确实很麻烦，但是相应的你得到的这种氛围，是你拿钱短期内买不到的，需要时间的。这些空间功能性都是相连的哈 ，make sense。而且依然也有一个 fireplace， 主要的区域空间都有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们继续往前走啊，这时候我就是不再左右傻了，从这个门过来，直接走过来，这就是紧挨着它的早餐厅的位置。你看它过门的门框的这边也很讲究啊，都是教授稍微退2步，我一定要给大家展示这个功能。你可以看到左右其实不光是门框啊，看到没？就是你要想把它关上是可以的。OK， 包括我和教室刚才咱俩左闪右闪的那些空间，全部都有这个设计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所以它平时是藏在起来。如果你要想把它空间作为一个分割的话，收起来，有些 privacy 啊，完全不违和，它收在这边，就跟正常墙板一样。你们做饭坐着，我们把门关着，大家在这儿聊生意怎么样？对，开饭了把门。这个是咱们看过有很多，这个空间用 pocket door 比较多嘛，这是除了 pocket door 另外一个处理方式，但它就因为它墙宽，它就可以这么搞。大气，对不对？来，继续回来啊，退了2步，早餐厅的位置，就是从这边跟我一起横移一下过来，这边是一个小的 fireplace， 又有对不对？公共区域嘛，点个火，在这边早餐，家里几个人，简简单单吃个饭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这边双开门出去就是它的后院。最后呢，给大家介绍后院，它后院不能说奢华，但是就像教室的这个房子，我觉得就进来和教室一开始说那个词是永远连不开的，就是浪漫。这个房子每一个角落都无时无刻散发着一种独特的这种生活氛围、浪漫感。对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，窗户直接看的是后院，我觉得这个自然景观看着很舒服啊，尤其那2个小椅子放在泳池边上，我感觉很好。Timmy 不喜欢，Timmy 觉得进来太杂乱了。大家看完这个画面不知道怎么样啊？我个人觉得很舒服，很自然。可以看到整个厨房啊都是实木打的柜子，上下都有天然石料的台面，也很漂亮。身后这边有一个卫生间 ，OK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房子2端的位置都有一些半为客人使用嘛。同样这边还有门可以出去到后院，这边是它的储物间，比较小，就不太多展示了啊。我们继续往这边走过来，教室跟我一起往这边走，可以看到它的岛台中央岛台的地方也是用弧形做了处理，下面也有大量收纳的空间。往这边走。上面一个 hood， 下面一个 Viking 的一个60寸的 cooktop， 也是有一个 pot filler。这个 pot filler 换一下，有点奇怪，因为它太低了。咱们现在很多的 pot 都是比较高的会多一些，是不是有点矮？但这个好换啊！谁想买这个房子，我出钱给大家换。这个是写的，还专门标了一个冷水。哦，是吗？一般都是冷水吧？我没见过这是接热水的。没有。但其实要接热水会很方便吧？好吧。是不是？你用什么弄热水？热水器吗？就不用烧了嘛，反正我也是为了烧热，那这样水能更热一些。OK，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。来，往这边过来，全部都是 built-in 的这些 cabinetry， 然后上面可以看到 Thermador 的一个叫什么 microwave， 对不对？下面一个保温箱，上下 Miele 的2个烤箱，这是新款所以才换的。我才发现这挺漂亮的。然后。冰箱在哪儿？你看，跟它这个橱柜真的融为一体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冰箱在这儿，然后下面冻柜啊，冻箱，你就感觉就是跟咱们普通的厨房的这些抽屉是融在一起的。你没有想到里面会是电器设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反过来看到那边都是，你往哪个地方都有门都有窗可以出去。是这个房子虽说它格局分布了很多，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是使用起来其实就哪儿都能钻的，然后呢也不会互相打扰，都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它1楼我其实挺喜欢这种啊，就是你要设计复杂，你要合理才可以。身后是上楼的楼梯的空间，这个等于就是和门口楼梯不一样，这边上去直接就是客房了，因为主卧室是在最那边嘛。这边是过去准备区的空间，右手边这边是一个套间，楼下的套间，比如家里有长辈啊，服务人员想在这边使用都是可以的，有自己的卫生间，离厨房也很近，很合理嘛。身后是车库，尺寸也不错，停个3、4辆车没有任何问题，室内停车空间也很好，室内停车空间还有冰箱呢，
车库里边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而且不光 building 不光那个有 built-in， 就这边有一个 closet， 要是教室不说我都忘了。打开这个 closet 里面竟然是一个酒窖，这个作为酒窖是非常合理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整个1楼呢，给大家介绍完了，我们上去看一下它2楼的卧室空间。顺着走廊，我们上到2楼，可以看到它这些小的墙上的挂灯选择也是挺漂亮的。是，长长的走廊全部都是木质实木的顶板铺设，每隔一段就有这种仿烛台一样的小灯，复古的放在这边，还是挺漂亮的。先来这个空间，因为这边主要是往这一侧全部都是客房吧。对，2楼都是。因为主房跟大家介绍，比如一进门在最那边，上面是主房嘛。对。镜头先过来，这边是它的洗衣房，洗衣房空间 OK 挺大的，里面该有东西都有了，也有窗户。是不是有个干洗的洗衣机？干洗、烘干的还都有。OK。然后往这边进来呢，就这个空间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叫什么客房或者是卧室是没问题的。它现在展示成了一个健身房啊，可以看到这边它2楼卧室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卧室都有这个阳台吧，这大小不一样。对，它可以打开出去坐一坐。这一侧可以看到前面的山谷里面的景观，那一侧呢是能够看到一些前院的景观。然后它原先如果你要给它改成卧室的话啊，就原来这边是卫生间，它有的老的管道的口在这边都截了。就是可以改成厕所是吗？对，即便是有门，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卫生间，就变成一个套间了。或者是桑拿房。你要想改成桑拿房，水管都是现成的，也没问题。而且看你这个采光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房子很多绿色的进来，是因为它很多墙体的边上刷的叫，我能叫 Tiffany Blue 吗？也不能算，有点青绿色。是不是？叫什么？叫什么青啊？叫那天那首歌叫群青。群青是那个颜色吗？我天，就很舒适，反正很漂亮。就跟这个毯子它差不多，更浅一点，对不对 ？OK。我们从这边出来啊，继续给大家介绍。这个房子我觉得谁要买进来呢，可能是花了点钱，需要花点钱，就是卫生间啊和一些小的空间呢，适当的做些升级，翻修一下，应该出来效果就能不错。但是整体房子还是挺舒服的。是。我们往这边走过来，左手边客卧，阳台是连通的，这个卧室尺寸也非常的好。是。大窗户直接看的是后院，没人遮挡的景观，自己的卫生间也在里面。它每一个卧室尺寸都不错还真的可以，而且都有厕所、独立卫生间，对吧？对，咱们看过很多卫生间，咱们很多房子是次卧，它其实尺寸大小不一，但它每一个次卧的尺寸其实都不错。我们到这，一回头一个镜子，我一看到我自己。这边是另外一个卧室，尺寸也很好，有自己一个小阳台，这边有自己的卫生间，走入式的也挺不错。转过来出风口呢，依然也是这种花的设计，做的也还是可以的。往我的右手边这边是另外一个冲房屋前面的卧室，依然也是很大的尺寸，自己的卫生间、衣帽间全部都有。小的朱丽叶标客，你可以看的是房屋的正门，从侧面那个像小船上那种 porthole 圆形的窗户还有，然后靠这一侧的窗户，这个窗户正好呢能够看到那个书房上面那个小尖尖顶，就很浪漫。包括这个走道，你看这几个小也依然都是那种小的可以打开站一步出去的小的 balcony， 对不对？你可以把这边全部都打开，前面是扩院正门，隐私也没有任何问题，大树都遮挡得非常好，自然光顺着这个走道洒进来，小浪漫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房子和浪漫真的是息息相关的，很舒服。我觉得应该会很多女生喜欢这个房子吧。男生如果像咱俩这种钢铁直男可能差点，但是像雷体那种学艺术的会觉得特别有味道。是。身后过来这边呢，就是刚才我们说嘛，书房之前那个楼梯，从这边可以直接上来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口啊，可以看到下面，专门呢就是直接进主人的这个卧室的，都想到了，很周到，是不是？是。主人的卧室也很不错。主人套间那边是去他睡觉的地方，先来这一侧，从套间进门的过来呢，这是他主人的卫生间的地方。卫生间该说不说啊，尺寸其实不是很大，就基本够用。是。所以我就说这个房子进来需要一些小的改造的啊。对。洗手台该有的实际上也有，料都没有问题，状况也很好，就只不过跟大家传统的现代的那种巨大的是比不了。
但是是有空间的。是。这边依然啊，小的植物列标肯定打开，可以看到后面山谷里面的景观。这个浴缸就是真的是给单人设计的了，是，对不对？人多是肯定不可能了。然后往这边呢是它淋浴空间，淋浴空间进去转过来，上面还有一个自然光能照下来的感觉，看起来也挺不错，挺深的。唯一的亮点，我觉得这个镜子还挺好看。哎，像那种淬火烧的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是。但它这个浴缸呢，如果能再宽一点，我觉得就再宽个1.5倍。然后 water closet 是藏在那个门的后面了。OK。对不对？就是跟咱现在很多房子比，可能稍微差了一些，但我觉得整体是 OK 的。OK。回到这个主卧室的主走廊过来，我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衣帽间。姑且认为这边就是男士好了，这边是女士。其实它料用的真的挺好的。OK。衣帽间这个实木的柜子打的确实不错，这是没话说的。就这两个东西，我觉得是不需要动的啊。那过了这个拱形门过来，哎，就到了它的主卧室了。主卧室因为它尺寸够大嘛，这边一个简单坐的区域先是有的，教室跟我平移过来，往里面走2步可以看到，这就是它床的位置了。主卧室呢，顶部呢也是做了一点挑高的设计，尺寸也挺好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看的是房屋的正面，啊，同时也能看房屋的后面，被植物遮挡的。其实这种不是很多，因为很多主卧室很难就是同时看到房屋的正面，看到后面，你想想是不是？是。但它这边都是能看得到的，而且它这房子是3面主卧室都有采光过来。我们镜头再往这边走一点过来，这边有更多的窗户。你可以看到它窗户其实保养的确实是很不错的，所有的开关都非常的好用，外面墙漆也是刷了一点点那个淡蓝色的感觉。往这边反过来就可以看到了，看，非常的漂亮。这边一个小的坐的区域，外面这还有2个椅子可以坐在外面，欣赏外面山谷里面的景观，远处的青山白云都能看得到。这个角度就跟一个画框一样，很漂亮。而且是外面的顶也是用实木铺了，是，还是挺讲究的。我们整个房子的2楼为大家介绍完了，现在跟我们一起下去看一下它整个房子1楼户外的院子。来，到达它的后院。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房子，这可不能丢了。可以看到它后院里有一个草坪的空间是不小的啊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房屋的后立面，哎，非常典型的，有点地中海风格出来了。是，这个房子现在加州房子都是这种 mix 的感觉，有这么大一个尺寸的院子没问题吧？没有。你后院你想改造点别的，其实都有空间的。而且从这个角度转过来，可以看到远处的青山白云，还是挺漂亮的。今天的天气也挺不错，因为昨天晚上刚下完雨，前天晚上刚下完雨。OK。所以难得可以看到今天挺好的天气啊。那后边云彩真的是，哎，一朵一朵的白云，真的非常漂亮。草地面积也很大，哎，那个花怎么那么大？我才发现那是什么花啊？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啊？大家有知道名字的，请打在屏幕上。2个台阶上来，左右各有一棵景观橄榄树。希望这个房子晚上树上面的灯都是亮的，我觉得应该会很漂亮。对不对？往这边走呢，泳池长方形，下面是 pool cover， 就是泳池是可以完全 cover 掉的，这点还是比较好的。这个功能现在很多泳池，包括贵点的房子也不愿意装，是因为这东西你需要保养嘛，功能越多事越多嘛。往这边走过来，这我说的爬满的爬藤，下面一个室外就餐区，有没有点南法乡村葡萄园酒庄外面品酒的场景出来？有一点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你说要长多久才能长成这样啊？哈哈，不容易。我们继续往前走过来，这边有一些户外坐的区域，泳池从这边也有台阶可以下去，那边是深水区，这边是浅水区，就有更多的台阶。往这边再走2步过来，我身后啊。这个橄榄树那边藏的是一个户外的 barbecue 的台子，这个比较隐秘了嘛，藏得很好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淋浴的地方，OK，对不对？
你看人家有想到，对不对？你那外面真的有想到。对不对？洗澡你肯定得冲嘛，进屋之前你得把这些东西冲掉嘛。Yep，接着往这边再走2步，过来一点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些躺的地方放松，躺在这边这个角度看这个院子，泳池、绿地2个树作为景观，跟画儿一样。这个房子无时无刻的地方都可以出片。那边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热泡池啊，那个地方就很浪漫了哈。哎，在一个小角落里面，你看花还伸到中间一半的位置。Yep，所以这个房子就和浪漫真的是息息相关，无时无刻呀。而且整个房屋从这个角度往外看也是非常漂亮。我特别喜欢这些偏自然的这些树，但是确实啊，曾经的大火就在那一侧，离这边就差一点点就付之一炬了。今天这套房子我们完整的和大家也就全分享完了。那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记得一定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